如果你真的要跟德刚在一起，我们也不会再反对。都是那个女人说好要捐肾给我，突然间改变主意。我告诉你，她一天不捐肾给我，她就休想嫁进我们家。我决定捐肾给你妈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3天后是我们注册的日子。你们注册过后，我就捐肾给你妈。好的，小琪，好了没有啊？要迟到了。好了啦。走。喂！快赶住他们！快赶住！进房间，进房间。好的，小琪，搞定了。哥，你快点进来！哇，马特晕倒了！马特！安迪，看到你没事就好了。我刚才真的是被吓得魂飞魄散，我还以为我要去见阎罗王了。马特没事啦，只是受到惊吓。你们住高楼，怎么会有蛇爬进去呢？还用说，一定是那些大龙干的好事。你们今天不是要注册吗？快去啊！不要理我了，快去，还来得及的。安迪已经来不及了。都是我不好，好晕不晕？干嘛在你们大日子的时候晕倒？真是的。马特，不要再怪自己了，不是你的错，我们也没有怪你，你没事就好，对吗？正好。真豪姐，你已经答应捐肾了，不可以因为这件事而反悔哦。我绝不反悔，不过我有个条件，安迪，你要戒赌。马特一定可以的，对吗，马特？嗯。现在是生命重要还是赌博重要？马特，赌博是坏习惯，就把它戒掉吧。哎呀，好了，以后我不买股票，不上赌场就是了。连买4D 都不行哦。那只是一点小钱都不行吗？只要是赌就不行啊。喂，你不要太过分哦！不要以为你捐肾给我，什么都要听你的。好，我不要你的肾了，我宁愿洗肾洗一辈子，洗到死为止，都不要你的肾。安迪，我都是你啦，答应劝他戒赌，结果什么都不说，让我当坏人。我不是不要劝马特，我真的开不了口。你知道马特辛辛苦苦把我跟小琪带大，他以前是没有什么娱乐的。现在我跟小琪长大了，我们有自己的生活，他是因为寂寞才去小赌，谁知道他会赌到惹上大耳窿。我代表马特跟你道歉。我才不要你的道歉呢！我们排期排这么久，结果泡汤了，接下来我们要排多久？你这么急着要当我老婆啊？我是急着要生子俊出来。没什么。总之，马特一出院，我们就去排期。排期有什么用啊？不知道这次排期啊，会不会有大耳窿来捣乱？你啦，上次你说你够钱玩大耳窿怎样啊？我这次沃卡，我真的有赢一笔钱。那可是不给跑路。你不要担心啊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我都不知道要不要相信你呀。是你老公嘞，你不信我信谁？哎呀，你不要乱叫了，我们都还没有注册。
未来老公可以吗？刚才说不要捐肾给妈的，是开玩笑的对吧？哎，我哪里忍心看他洗肾洗得这么辛苦，实在气头上。不过如果这样子可以让他戒毒，那不是很好了？我未来老婆说的对。在想什么？在想，是不是我的命运是永远不能改变的？2016年为钱烦恼，2006年还不是一样？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？大耳窿的事还没有解决吗？大仙说他有办法解决，不过他每个月的薪水就那么一点点，只够开销，哪里有多余给大耳窿？你们这样也不是办法。万一大仙的妈妈不肯戒毒，那怎么办啊？这可是一个无底洞。我还能怎样？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报警。这么严重啊？再看看吧。你怎么来了？来找你啊！找我有急事吗？边走边谈吧，不然我要迟到了。不要那么紧张。你今天休假？我今天休假，我没请假。我替你请假了。寿星公是应该休息的。我都忘了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谢谢你啊。今天不用上班，要做些什么呢？先不跟你说，跟着我就行了。怎么，怕我把你卖了？有什么好怕的？就算实在……嘘，生日不要乱说话。走吧。谢谢。谢谢。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？当时我在河旁画画，遇到一个偷窥狂。你为什么要偷拍我？你误会了，我拍的是你的画作，不是拍你。偷拍画也是偷拍。我一时之间被你的油画吸引，所以没得到你的同意。Sorry。我的画哪里吸引到你了？你的画很有水准。怎么说？油画最重要的3大表现手段：形、光、色，你都表现得很好。首先，你的风景画很自然，这就是形体的表现。如果没有深厚的素描功底，是做不到的。就像没有地基的高楼，是立不起来的。当时我还以为你会趁机拿我的电话号码。我很想，可是当时没有勇气开口。后来我一直很后悔，没想到加入洁雅贸易又碰见你，看来我们真的很有缘分。谁跟你有缘分啊？如果我跟你没有缘分，又怎么一起喝咖啡庆祝我的生日呢？以后怎么共度一生？我有说过要跟你共度一生吗？你嘴里没说，但是你心里却是这么想的，对不对？不对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Cheers。谢谢你今天陪了我一整天，
这是我这辈子最好的生日礼物。这么多年来，没有人替我庆祝过生日。送给你。生日快乐！许个愿吧。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，多希望时间能够静止。如果再给我活多50年，我希望我们能够一直幸福下去。莫雷，怎么那么早就起来了？早点醒来，可以早点见到你。油腔滑调。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。嫁给我好吗？你叫我嫁就嫁，没诚意。你是说，只要我有诚意，你就会嫁给我？看心情喽。我会让你看见我的诚意的。哇，0000这种号码会开咩？一定开，为什么这么肯定？预感咯。哇，如果我这种能力多好啊，什么灾难我都可以避过，想了都很爽。事情哪里有你想的那么简单？很多意外发生的事情，就算有预知能力，还是避不掉的。哇，太深奥我听不懂。你当我发神经啊？哎，我知道了，可能就是因为你神经有问题，才变得那么厉害。厉害？我这么厉害，我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惨，要靠这个0000来救我妈的。哎呀，都怪那个混蛋不给跑路，不然的话，那个大耳窿的债早就还清了。算了啦，很多事情是注定的。还好我考的时候有赢一点钱，我拿那个钱给大耳窿当做利息，他们暂时不会来捣乱。Hello， 马德。啊，警察局。马德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帮我看一看有没有大耳窿在等我。
大龙在你身上放追踪器啊！你是警察局嘞，大龙会笨到来这边被警察抓吗？走。要是让大龙知道我来警察局认人啊，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的。不会的啦，警察很快就会抓到他们的。万一抓不到怎么办啊？哎呀，早知道刚才我跟那警察说我不认识那2个混蛋就行了嘛。不认都认了，可以怎样？算了啦，不会有事的，不要想太多。真是的，这么多人借大耳窿，为什么他们不找，偏偏找我去认人？我又没有报警啊。对咯，奇怪，警察为什么会找你？他们怎么知道你借大耳窿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总之算我倒霉就是了啦。气死人！早知道那些警察要抓人，就不要把那些利息交给大耳窿，给我拿去搏杀更好啊！有没有搞错麻的？你还要赌啊？啊，我只是说说而已嘛，这么紧张干嘛？大仙，怎么会来的？我买了补品给安迪。安迪啊，我去药材店，他们说这些对肾脏病人很好的，所以你要多吃哦。谢了，我受不起。安迪啊，那天我态度不好，对不起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好的，真好多道歉啊！如果你还在生气，人家会笑你小气的。放心吧，安迪，等医院安排好日期，我会捐肾给你，绝对不反悔。不过呢，你真的不能再赌了。你放心，我妈的很讲信用的，她说话算话的，好，妈的。以后我身上就会有他的一个肾，敢不听他的话吗？总之以后不赌就是了啦。这样不是好，雨过天晴。喂，周末 ，Hello。混蛋！报警！害我兄弟被抓，出来给我小心一点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我谁呀？大耳窿，他说我们报警，害他的兄弟被抓，叫麻的小心一点。我没有啊，我没报警，不是我报警的。我跟他们解释，是我报的。你报警？报警这么大件事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如果我跟你商量，你会让我报警吗？我都跟你说这笔钱我有办法的。什么办法？你上次也是说有办法，结果呢？哎，上次是补给跑路是意外。哎呀，你为什么这么不信任我？我不是不信任你，我是不信任安迪。你一定以为我报警是出卖你。不过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天天过得提心吊胆的，担心你会连累我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我很担心你连累大仙还有小七。是啊，是我知道，我连累你们。好了，我走了，我走。马德，你要去哪里？马德 ，OK，我去找大耳窿，我去跟他商量，把钱一次给我还清，再加一点，可能可以一笔勾销。不行，不能纵容那些大耳窿。你是不是希望我早点死啊？我知道，你眼红大仙对我好，如果我被大龙砍死了，你就可以扒住大仙啦。大仙，你看到没有？还没过门就这样对我，让她嫁进来，我还会有好日子过吗？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，你给我走，走啊！安迪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你还不走是吧？我是不是拿扫把来赶你才肯走？滚啊！哎呦，我是叫你来试吃的，不是叫你吃报酬的 ，OK？ 要发泄也不要糟蹋我的甜品，这可是我的心血。姐，我心情不好，你就让我一次嘛。哎呀，都不知道你在气什么。大仙孙子他妈妈凶到离谱了，我能不生气？哎
呀，看开一点啦。他孝顺妈妈哪里不对了？如果大仙只顾着你不顾他妈妈，这种男人你会要咩？我也是为他妈妈好。可是你也得考虑大仙的感受嘛。你在报警之前有没有跟他商量过？你看，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咯。你们呐就快是夫妻了，沟通商量谅解是必须的。唉，结婚这么麻烦，干脆不结了。如果你不结，姐会支持你。如果知道婚姻会失败啊，倒不如不开始更好。没有婚姻，生活还是可以过得很好的。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。姐啊，你好像走出离婚的阴影了。我如果不走出来啊，忧郁症越来越严重，文芳怎么办？我怎么可以让她担心？为了文芳，为了我自己，我必须振作。真的很开心看你想通了。如果你不嫁呢，那我们3个人就相依为命喽。啊，不行啊，我一定要嫁给大仙的。那你脾气就要改一改啦。看心情哦。还看什么心情？改不改啊？改，我改，我当然改啦，怕你呢。你也太霸道了吧！我如果不来的话，就没有机会跟你说话了。你想说什么？我只是想跟你……喂，她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你就放弃了？希文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需要跟你谈谈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时间。走吧。嗯。喂，他跟来了，让他跟吧。小姐，这款有深蓝色的吗？深蓝色的没货了，要试一下橙色的吗？现在很流行。我男朋友很古板的，太花俏的颜色他不敢戴。那橘红色的怎样？又不太花俏，又时尚。橘红色他也不喜欢。好吧，给我一条，他不戴的话我就不理他。你男朋友一定听你的话的。帮我包起来，麻烦你。好。德刚，我在帮你选领带。我知道你的品味喜好我都一清二楚。好啊，待会儿见，拜拜。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非常可怕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也是在马路上？你知道吗？自从认识你之后，我的心里面就有一股很想跟你在一起的冲动。这感觉告诉我，你就是我这一辈子想要寻找的那个女人。于是我千方百计的想要去接近你。好了，好不容易你接受我了，
你无法想象我是有多么的开心。可是快乐是短暂的。当我还以为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的时候，你却回到他身边。这阵子，我常常问我自己，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，还是哪里做的不够好？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的错。我也尝试非常理智的去处理我跟德刚之间的感情，可是我失败了。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一直想着他，但我知道他出事的时候，我很怕失去他。既然我的心那么向着他，我就不应该跟你在一起。你应该也知道，我不介意你的心向着他。当初我是为了要逃避我对德刚的感情，我才会跟你在一起的。时间可以冲淡一切，你迟早会忘掉他的。就算我忘掉德刚，我之前跟你说过了，我也不可能会爱上你的。我对德刚的感情，对他的感觉，跟我对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就算我们在一起，我们也不会快乐的。我们在一起都还没有多久，你给我……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？请你尊重我的决定。对不起。做好了吗？七七八八了。这次老板特地要你跟德刚做同一份 proposal， 分明就是要你跟他之间分个高下，你有没有信心？哎，回去工作。放心吧，这份企划书我肯定比 Eric 更有信心，他一定是我的手下败将。那么有把握？嗯哼。我去准备开会了，待会儿再聊。凯晴，我需要 Rich and Rich 的资料，拿过来好吗？哦，这样啊，那没关系，谢谢。找我？我需要 Rich and Rich 的资料，凯晴说在你这里，我就过来找找。怎么了？有秘密啊？没有啊，怎么会有呢？你要的文件。谢谢。哎，不要乱来，这是公司。有没有人看见？嗯。晚上一起吃饭吧。OK。你的企划书准备好了，过2天要呈现给爸了。你担心我的表现比 Eric 差，给你爸留下坏印象。你不用担心，这一次我一定把 Eric 打败。你凭什么那么有信心？凭我不服输的性格，凭我的才华。你手上有 Eric 的企划书，我今天在你的桌上看到他的企划书。
你该不会以为我卑鄙到去偷 Eric 的企划书吧？我是在垃圾桶里捡到的。这比偷好一点，是吗？人家说商场如战场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嘛。我觉得我的男朋友很有实力，不需要偷鸡摸狗。我承认这一次是我输不起。你爸很在乎这个客户，我跟 Eric 谁胜出就会成为部门主管。我很希望得到你爸的认同，更希望做一个能配得上你的人。你知道我根本不在乎这些的。我在乎啊！我不想同事们在后面指指点点，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靠女朋友搏上位。生气了？对不起啊。我明白你的感受，可是我真的很担心你的野心会越来越大，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。就这一次而已。我答应你，以后不管做什么事都会光明正大，不会让你失望。OK。真的放不下就去找人家，不要在这里要生要死的，看了我都辛苦。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我说这几天都不见你去找大仙，你就不担心他家里的状况吗？为了面子跟他冷战，你不担心会影响你们两个的感情啊？我不担心啊。要死啊！在我面前还装帅。要是每次要我去找他，他就不能主动一次咩？两个人在一起，谁主动很重要咩？要我找他也要有理由嘛？难道要我摆出一副没有他会死的样子？我做不到。要理由还不简单，里面的插头有问题，这是最好的理由啦。你不早说，你有早问没？老板，哎，要买什么？插座。插座要几个？3个吧。3个，你要这样的插座？普通的那种哦。哦 ，OK， 好，你等等啊。老板啊，哎，最近生意好不好啊？还好啦，就是靠些老顾客，不然生意真的做不下去了。你是不是有一个顾客叫何大仙啊？大仙？哦，是啊。他好像好几天才来一次，很惨哦。对咯，这几天也没有看到他来，不知道要忙什么。会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啊？你要的插座。好像不是嘞，不然你是要这样的？我也不清楚。哦，这样很难拿给你嘞。哎，说大仙大仙就到。电源有问题还是插头有问题？我不清楚哎。不清楚还乱买？甜品店附近没有五金店咩？找借口找好一点的嘛。是啦，是我找借口啦。如果我不找你，你是不是一辈子不找我？因为我不想见你咩？妈的，这几天情绪很不稳定，一直疑神疑鬼，说大耳窿要来找他算账，要我陪在他身边。我是趁他睡觉才出来买东西的。他还生我的气。我已经替你说了很多好话，可是他都听不进去。我都跟你说我会解决了吗？你不报警，不是什么事都没有。喂，就算你现在解决，如果你妈不戒毒，以后也不是一样。大仙呐，我们不可能一辈子帮她还债的。可是报警也不可以帮妈的解决她好赌的问题吗？至少让她知道，不是每次有问题你会帮她扛。那以后她想跟大耳窿借钱，她会好好考虑清楚。我当坏人是为了谁呀？还不是为了你，为了他。好了，我知道你做什么都是为我们着想。这次算我不对，我跟你讲 sorry。sorry。好啦，我也有错啦，以后我会事先跟你商量。不生气啊？
哪有这么小气？怎么了？打不开啊！打不开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安迪啊，安迪你在吗？马德，马德开门！安迪，安迪开门呐！他被出事啊！马德，马德开门！马德！哦，小心小心！哇！马德，你想吓死人了，你给我锁门！进来再说，快点啦，你进来啦！什么事？哇！什么事？安迪，什么事啊？外面有一个人一直走来走去，一定是大耳窿来找我算账的啊！又来了，哎，又来了！马德，那个是住在角落头的老安哥。是吗？把窗关了，要不然被大龙看到我就死定了！快点啦，关窗！对不起啊，安迪，都是我的错，害你担心受怕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谁叫我自己帅，去招惹那些大耳窿？不怕，如果他们敢回来的话，我跟他们拼了。拼什么拼？你很会打咩？不会啦，不过我死都会保护安迪。神经病，死什么死啊？你别忘了，你还为我们家传宗接代的，怎么可以死啊？两位的企划案都各有特点，都非常优秀。我会综合你们的企划案，然后呈现给客户。你们双剑合璧，我很有信心能拿下这次的代理权。两位有什么意见吗？我 OK， 我也 OK。啊，对了，老板，部门主管的人选，你有了决定吗？两位这次的表现不相上下，这一时间我也很难做出决定。这样吧，我再观察你们一阵子，两位一定要继续努力，把你们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。喝杯咖啡，心情会比较好一点。我没说心情不好啊。如果你说你对爸的决定不感到失望的话，我是不会相信你的。我的确很失望。来，谢谢。这样拖下去，对你跟 Eric 都是一种折磨。我去跟爸谈一谈。不用，我不希望你爸误会是我给你压力。我答应你，我只会失落一阵子，然后收拾心情，继续加油，争取我想得到的东西。加油！那回去工作吧。你先回去吧，我想多待一会儿。幸好我刚刚听到脚步声就躲起来，不然被发现就惨了。
觉得太不公平了。明明你的企划书就做得比 Eric 好，都不知道老板为什么要有这个决定。这一次，无论是我或者是 Eric 胜出，输的那一个肯定会离开公司，对老板来说都是损失，所以老板是不会这么快做出决定的。怎么说，2颗棋子总比1颗来得好吧？对了，还没谢谢你帮我拿到他的企划书，也没帮上忙，也不完全没用，至少让我知道你对我有多好。我回去工作了。哎，要叫晚餐吃吗？不用，我等正好回家跟妈吃饭。2奖0746，只剩下头奖啦。46，头奖00000000。你中头奖了，中了！以上的万字票中奖号码播报完毕。哇，发生什么事啊？中了！最好中头奖。头奖中多少？25万。我们有钱还他很弄啊！谢谢。打电话跟马德讲。快点！拜拜。马德，不用走啊！我带你去吃大餐啊！不知道马德会怎么反应？眉开眼笑啊！救命啊！别跑！别跑！这女人竟敢报警！我没有报警，不是我报警！等一下，不是我！别回！有事好商量。你们报警的时候有没有跟我商量？是我报的警，你放开他！退后！救我儿子！不要！救我儿子！是否有一段时光，让你想到就心酸？为了爱，曾经什么都不管。如果能重来，你是否还会认定就不放？还是只想找个人相伴？当回忆在夜里不停回放，写下疲惫和不安，开始懂得享受平凡的陪伴。当幸福回到最初的模样，谁在你身旁？原来简单是最美的时光。当回忆在夜里不停回放，写下疲惫和不安，开始懂得享受平凡的陪伴。就当幸福回到那最初的模样，谁在你身旁？那些远方一直都在手上。是否有一段时光？